大家好，这里是 Jeffrey Tech。根据市场研究机构 Canalys 最新发布的报告，2024年第四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同比增长了3%，总出货量达到了3.3亿台，这标志着市场已连续5个季度实现增长，但增速明显放缓。苹果在传统的新机发布季表现强劲，以23%的市场份额位居第一，三星以16%的市场份额位居第二，份额有所下滑。小米凭借增强的本土市场影响力及全球化扩展，以13%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三，成为前3名中唯一实现同比增长的厂商。传音和 vivo 分别排名第4和第5，得益于亚太地区新兴市场的复苏。2024年全年，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为12.2亿台，同比增长7%。苹果连续2年超越三星，成为全球第一。苹果 iOS 18.2于2024年12日发布，主要添加了 Image Playground、Siri、ChatGPT、结成和 Gammoji 等第二波 Apple Intelligence 功能。苹果在前段时间推送了 iOS 18.2.1正式版系统，主要修复了一些系统底层问题，并没有什么功能性变化。而且很快，苹果就火速关闭了之前 iOS 18.2正式版的系统验证通道，这代表如果你已经升级系统，那么无法再降级回之前版本。停止对旧版 iOS 的验证是其常规操作，旨在提升用户设备的安全性，并确保用户能够体验到最新的功能和错误修复。此次停止 iOS 18.2的验证，也意味着 iOS 18.2.1成为了目前可安装的最低 iOS 18版本。苹果近日发布了 iOS 18.3的第2个测试版更新，在 iOS 18.3的首个测试版中，苹果明显减少了对新功能的开发投入，除了家庭应用支持扫地机器人之外，也只有对 AI 相关功能的一些优化改进。相比之下， iOS 18.3 Beta 2中还是带来了一个比较实用的新变化。将设备升级至最新测试版系统后，可以发现计算器应用终于重新支持重复运算功能了。具体来说，当用户进行一次计算后，可以再次按下等号进行重复运算。苹果此前在 iOS 18发布初期时，悄悄移除了这个功能，而随着新版系统的发布，该功能终于迎来重新回归。根据苹果的更新说明， iOS 18.3 Beta 2同时修复了一些 bug， 包括 Gammoji 无法生成符号的写作工具界面显示问题， HealthKit 健康资料授权错误。不过大量用户普遍遭遇的错误依旧存在，包括相册内反复截图导致饱和度异常拉高，屏幕使用时间数据不准确，时间变化的动态壁纸失效，游戏模式导致 Face ID 及闪光灯延迟开启等，这些问题可能需要等到后续版本才能得到解决。此外， iOS 18.3 Beta 2的代码还曝光了 Home 应用新功能。Home 应用即将支持扫地机器人，这意味着支持 Matter 和 HomeKit 的扫地机器人将能接入到苹果的智能家居平台。一款全新的应用 Invice 出现在 iOS 18.3 Beta 2的代码界中。Invice 的功能是展示活动受邀者名单，并实时更新确认出席的状态，这表明 Invice 应用将专注于多人协作和活动管理。iOS 18.3 Beta 2中还出现了与 CarPlay 控制空调相关的代码，同时这也是 CarPlay 2.0 预期的一项功能。苹果在2022年6月宣布将与汽车厂商合作，让 CarPlay 2.0 更深入地控制空调、仪表盘等车辆功能。虽说下一代 CarPlay 正式亮相还需时日，但从这些代码线索能看出，苹果仍在继续开发新一代 CarPlay。在 iOS 18.3 Beta 2里，还有个容易被大众忽略却对企业意义重大的更新：企业或军方用户通过 MDM 及移动设备管理系统能够禁用 iPhone 的卫星通讯服务。在一些特定的企业场景中，信息保密性极为重要，像商业机密谈判、敏感项目研发资料传输，禁用卫星通讯就像给企业信息加了道保险锁，防止内部资料通过卫星信号意外泄露，守护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设备管理角度看，企业统一管控旗下众多 iPhone 设备时，能按需限制卫星通讯，让员工专注于地面网络沟通，避免业务操作或非必要使用卫星功能，产生额外通讯成本，使设备管理流程更加精简、高效。不过对于咱们国内普通用户，卫星通讯本就受限，日常基本用不上，所以这项更新对日常使用没啥影响，但它却为有特殊需求的企业筑起一道坚实的防护堤，助力企业安心运营。从 iOS 18.3 Beta 2的版本号 22T5040D 来看，按照苹果以往的更新规律，字母 D 结尾往往预示着正式版已经近在眼前。有经验的数码博主推测，苹果大概率会在1月下旬推送 iOS 18.3正式版，可能就在1月28日左右，让大家能尽快享受到这些优化成果。整体而言， iOS 18.3走的是务实路线，虽没带来石破天惊的新特性，但把重点稳稳放在修复问题、打磨细节上。对于那些被 iOS 18各种小毛病折腾得够呛的用户，
正式版就像一场及时雨，计算器回归便捷，恼人 bug 一扫而空，日常用机重回丝滑流畅。待正式版发布，大家提前备份好数据，放心更新，让 iPhone 以最佳状态助力工作、生活与娱乐。今后苹果后续可能带来的更大惊喜。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大家是否会更新到 iOS 18.3正式版呢？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